女孩被匪徒倒挂在了横梁上，她奋力地尝试抬起上身，却频频失败。就在女孩感到绝望之际，前方的一盏灯引起了她的注意，她决定使用剩余的力气放手一搏，使用吃奶的力气让自己晃动起来。随着摆动的幅度越来越大，女孩终于抓住了前方的横梁，拆下灯罩，酷试一下。这样，她就得到了一块锋利的玻璃碎片，赶紧割断了绑住手腕的绳索，紧接着奋力一跃，解下了挂在铁钩上的绳索，稳稳落地，逃进了一片树林里。然而，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女孩名叫志玲，是一名摄影师，就在几天前来到偏远的树林拍摄珍稀动物。就当她沿着小河寻找拍摄的素材时，树林里突然传来了惊恐的叫喊声。志玲听到喊声，赶紧将船靠岸，顺着声音谨慎地往前探索。随着叫喊声越发明显，志玲知道已经十分接近，她来到一棵大树后面躲了起来。眼前的一幕让她彻底惊呆，一个被捆绑的男人正遭受着匪徒对她惨无人道的虐待。志玲瞬间吓得哑巴呆住了，想要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但下一秒她却改变了主意。她拿出了随身随带的遥遥领先，拍下了眼前的犯罪现场。接着便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树林，划着小船原路返回，最后驾驶车辆离开了这里。女孩惊魂未定，但越害怕什么就越发生什么。很快后面便出现了一辆越野车，开始加速朝志玲迅速逼近。最后一个急加速便将志玲甩在了身后，对方貌似没有敌意，仅仅只是想要超车而已。志玲这才松了一口气。很快，志玲来到了附近小镇的警局，把看到的一切一五一十地告知了值班的警察。殊不知，正是这一举动将让她坠入无底的深渊。做完了这一切，志玲走出警局，来到车上，给男朋友打了一个电话，丝毫没有注意到一辆拖车悄然出现在了身后，毫无防备之下，车尾突然被拖车抬了起来。志玲瞬间吓得不知所措，只能拼命地叫喊对方停下来，但对方丝毫没有理会，一脚油门连人带车一起拖走。志玲十分无奈，赶紧拿出手机报警，但人倒霉，喝水都塞牙缝，一路上半点信号都没有。就这样过了49分钟，志玲被带到了一个农场，拖车不紧不慢地倒入了仓库里，几名彪形大汉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为首的丧彪率先打破了安静的局面。Angeblich hat der Sheriff einen aufgebracht。志玲得知对方的意图，立马表示可以将照片全部奉上，但丧彪表示不要。志玲长这么大连嘴都没亲过，立马呆在了原地。丧彪要求志玲赶紧下车，志玲犹豫了片刻，乖乖照做。丧彪几人像大灰狼一般盯着眼前的小白兔，毫无防备之下，志玲却突然掏出了手枪，击毙了一名匪徒。丧彪立马甩出马鞭将其控制。在一阵毫无悬念的较量过后，志玲被按在地上不断的摩擦，下场可想而知。几名匪徒对志玲进行了轮番的凌辱，最后为了防止志玲逃脱，将志玲倒挂在了横梁上。接着便发生了影片开头的一幕，志玲费尽力气终于挣脱了束缚，突然一阵叫喊声引起了志玲的注意，顺着声音她打开了一个房间，里面竟是一个被虐待的不成人样的男人。志玲快要吓死，赶紧逃离了这个该死的鬼地方。而丧彪一行人很快发现女孩不见了，二话不说立马出动抓捕女孩。而另一边的志玲显然已经迷路了，她在树林里不知跑了多久，由于没有穿鞋，脚底的疼痛感已经让她快要无法忍受。幸好这时发现了一个木屋，在里面找到了一双鞋子，虽然十分陈旧，但总比没有强。她还带走了一条绳子，继续前行。为了认清方向，她爬到了一棵树上，不料却发现不远处烟雾缭绕，原来一名匪徒已经追到了这里。深夜，志玲悄悄地来到了匪徒附近，此时匪徒正坐在火堆旁边吃面，而匪徒的白马就拴在了旁边的树上。志玲赶紧上前翻找了白马身上的包包，竟找到了一盒未曾使用的子弹。志玲顿时心生一计，她拿着子弹绕到了一旁的高处上，从口袋里拿出绳子，悬挂着子弹缓缓地放下，直到子弹放到了火堆里面。下一秒，
匪徒当场被射成了筛子。待一切安静下来，志玲这才谨慎地接近匪徒，用马鞍盖住了火堆，防止子弹继续射击。眼看匪徒还剩最后一口气，志玲果断戴上手套，死死地捂住口鼻，将其彻底地送去西北。而其他匪徒却浑然不知已经死到临头。到了隔天，女孩继续寻找离开树林的路，却不慎被一条钢丝绊倒，拉起埋在地里挺长的一条钢丝。一个制服匪徒的计划在他脑中赫然出现。他把钢丝的两端紧紧地系在了2棵树上，高度刚好到人的脖子处。紧接着故意制造出动静，引诱匪徒前来追捕。下一秒，第2名匪徒当场身首异处，而接下来他又盯上了第3名匪徒。只见匪徒正在湖边开闸放水，突然发现不远处的岸边有什么异常，他立马警觉地来到了岸边，发现地上摆放着一个同伴的头盔，他丝毫没有防备地捡了起来，仔细端详才发现头盔已系上了一条绳索。懵逼的匪徒拿着绳索拉了一下，殊不知志玲已在湖里等待着他，呼哧一枪将男人放倒。紧接着上前再补一枪，确认匪徒已经彻底饮恨西北。志玲赶紧换上干净的衣服和鞋子，接着便离开了岸边，来到了第2个木屋，利用木屋里面的塑料桶制作了一艘简易的小船，以木板做船桨，顺着河流往下游划去。途中竟发现一座房子，志玲果断进入，发现房子里面住着一个男人。经过一番询问，得知这里并没有电话，因为他们根本不用。就当男人转身为志玲倒酒时，志玲却发现了墙上的一张照片，照片上面竟是丧彪一伙人。志玲瞬间惊呆，几经周折竟又进了狼窝。她果断将毒药倒进了男人即将注射的针筒里面，男人毫无防备之下当场身中剧毒。志玲找到车库，驾驶车辆扬长而去，临走前还返回屋里补了一枪。继续上路，但很快意外又发生了，车辆才开不远便没油了，志玲只好下车徒步行走。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到了深夜竟下起了大雨，无奈之下只好躲进了废弃的车辆里面，以火苗为伴，度过了一个平安的夜晚。天亮了又继续出发，终于找到了一个便利店，但环顾四周并没有半个人影。突然身后出现一个警察，志玲谨慎的抬枪对峙，确认了对方真的是警察。志玲这一刻崩溃了，把所有的委屈和痛苦发泄了出来。警察赶紧带着志玲上了警车。志玲想要拿出犯罪现场的照片让警察看，却不料意外的发现，眼前的警察竟是犯罪现场的其中一个。毫无疑问，他被送回到了丧彪的农场。丧彪果断把他绑在了柱子上，讲起了很久以前的一个故事，大概就是有2名奶农推翻了一个国王，并将其缝进了一头奶牛的肚子里面，直到国王被胃酸消化殆尽。话刚说完，丧彪已经把一头刚杀死的牛开膛破肚，准备把志玲如法炮制。然而志玲却玩起了激将法。Was gibt's denn da zu lachen? Ich hab sie umgebracht. Hab Kinsey sein Gesicht weggeblasen. Und der Junkie? Und dann der gruselige Typ. Und dieser alte, kranke und demente Bastard. Er hatte starke Schmerzen. Mach mich los. Und dann reiß ich dir dein verfluchtes Gesicht ab. Ach ja? 听到这里，丧彪勃然大怒，立马将志玲解开，2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丧彪明显力量上占优势，把女人死死的按住。志玲眼看就要无法喘息，情急之下掏出了丧彪的腰间手枪，形势瞬间逆转。丧彪见状拉动一旁的机关，一个被捆绑的男人从屋顶掉落在了地上。志玲惊呆了，这正是她的男友。就当志玲分神之际，丧彪抓住机会立马将其制服，将志玲缝进了牛胃里。不知过了多久才被警察发现，送到了医院进行抢救，但女人已经被大面积烧伤，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伤。电影至此结束，这是个令人无法释怀的结局。如果女主最后毫不犹豫扣动扳机，那将是坏人被制裁的大快人心的局面。